INFP，你们这一型的人好像很容易会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你觉得这个想法是怎么形成的还有什么解法吗？我觉得有产生这种状况的，都是有不够认识自己的情况发生。第二篇文章的标题呢，叫做 INFP 在恋爱路上是不是困难重重？这好像是你们 INFP 很多的问题，我看很多人都有问过类似的事情。大家好，我们是橘树生活，陪你一起过生活，我是医师，我曹操。最近好多人来信说想再听听我们讨论更多关于 INFP 的内容。是 INFP 吗？对，没错。真假的？我意外发现我们的粉丝群里蛮多 INFP 跟 INFJ 的人。我们有很多 INF 的粉丝。对，这样讲也可以。对于是呢，我就从我的 D 卡的一个 INFP 版中又找了几篇文章来和大家分享讨论一下。OK， 那这次我总共找了3篇文章，分别是 INFP 的独白，还有 INFP 在恋爱路上是不是困难重重，还有 INFP 出轨的征兆。 OK， 哇，紧张了吗？好，来就来。那我们就先从第一篇文章开始， INFP 的独白。这篇文章的故事大纲呢是：从小我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尤其是在陌生的环境中更加的明显。即使感受到了善意，也清楚他们并不具有威胁性，但内心的深处还是只想待在自己的安全小角落里。到了求学的阶段，我发现只要扮演丑角取悦别人，就能比较容易的融入群体。那时的我交到了一些好朋友，生活不再那么的孤单，焦虑感也稍微减轻。但每当进入新的环境，适应依然是我的致命伤。我不知道该怎么融入新的群体，也不晓得如何与陌生人建立连结。每次主动开了一个话题，总会以尴尬收场。这种的无助感常让我焦虑的崩溃大哭。上了大学之后，大家眼中的我是随和好相处的，但事实是我的内心越来越感到孤立和边缘化。面对压力时，我总是比别人更容易焦虑，尤其上台发表时，那种被注视的感觉让我极度的不安。我甚至需要吃药来缓解胃痛，而其他的同学却能从容的应对，条理分明的回答教授的问题。我也尝试过背逐字稿，但到了现场，大脑就会直接一片空白。为了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和人际的技巧，我挑战了一份销售员的工作。最终，我在领班的怒骂声中狼狈的离职。那段时间，我不停的问自己，我究竟适合什么样的工作？这个社会真的有我的容身之处吗？讽刺的是，虽然我不擅长与人相处，但却又需要从人际互动中获取能量。我感觉每天都在被焦虑侵蚀，甚至忘了怎么呼吸。下班后的周休时间，我只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完全不与人互动。甚至呢，有时候看到家人都会感到莫名的压力。我知道自己需要改变，可却不知道如何起步。我知道自己很怪，但也说不上是怪在哪里。大致上的故事内容就大概是到这边。哇，他很严重耶。你说 INFP 的特征吗？还是他在内耗的这一个部分？他现在是处于一个很内耗的状态。对啊，他好严重。但这是不是你们 INFP 的必经之路吗？我比较不一样，我把自己摆在那个位置，我好像会很自然而然的变成那个样子。就算没有办法，我也不会多给自己什么压力。这样子是指你只要想做就可以做，不会有所谓的挣扎期还是什么？因为我认识蛮多 INFP 是他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他会挣扎很多，然后很多内耗啊或小剧场。但一旦他开始做了，他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子，没错。你也是这类型吗？对，我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做之前会很内耗的那种。对。然后看完之后，我也会好奇一件事情：假如说今天有2个选择 ，INFP 在社交场合上尴尬到想哭，跟假装自己很外向，你觉得哪一种会比较累啊？假装自己很外向，感觉是比较累，就一直要扮演一个假的人，就那个就不是你啊。这也是会让我想到说，本来你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或个性，好像也不能让他完全的压抑或视而不见的。因为有一派做法不是不希望自己这么的软弱，或是不要这么的内耗的话，会选择视而不见，或全部都压下来。那感觉这样是不是就会适得其反？我觉得是假装自己很外向，我感觉起来是一个内耗过程。对啊，我也觉得是这样子。好像很多 INFP 都会说自己好像不适合现在这个社会。那你觉得这个想法是真的如此，还是只是他们的自我怀疑成分居多？我觉得都不是我觉得不适合这个社会，可能多多少少有，但是我觉得 INFP 是自成一个圈圈。我记得之前好像是雪莉老师有讲过，就是类似的话啦，我不太记得原话是怎么讲，但他的大意就是说，社会期望我们是 ESTJ， 可能现今社会的框架下确实不太适合 INFP， 但我觉得 INFP 也不是不适合这个社会，而是它自成一个圈圈。然后这圈圈中，如果你对自己不自信的话，我觉得是你没有进到一个阶段，还不够清楚
以你现在的状态下，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社会而不是不适合这个社会，对，因为这个社会是多元的，其实什么人都有，只在于你比较容易看到什么样的人。对。但那你觉得要怎么去和自己的敏感跟焦虑共存吗？或者是该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放手做这件事情。像我最近最有感的改变，其实是比如说睡旅馆，然后我想加时间，然后我就会马上打电话去说我是早餐，我是早餐，我觉得就是很不迟疑的，我就打电话过去，跟他说：“我要加时间。”就不会有我们刚刚提到说在行动前的内耗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其实你要更学会看到说，你做这件事情，你要取得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我想要再多睡2个小时，所以我为了那2个小时，我打电话是可以盖过我的很多的不安、焦虑跟紧张。对，听起来有像是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就先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才不会有太多的内耗的想法或其他的小剧场。没错，对啊。在这篇文章下，我有看到一个留言，我也觉得蛮棒的，可以分享给大家。这个留言他是说，其实大部分善良的人，包括你，都不会太在意其他人的失误，那些会因此嘲笑他人的人，根本不会入我们的眼。也就不用在意他们了。人生只有一次，既然只有一次，何必扭扭捏捏？何必害怕失败？我是第一次当人，我也正在学习怎么生活，所以我接受我的失败，接受我的内耗。更何况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很认同。我是第一次当人，我也正在学习。我很常跟产前焦虑的人对话，听起来很怪。你为什么很常跟产前焦虑人？因为我会跟他们说，你第一次当妈妈，你还需要学，你也不用太害怕失败。你其实到最后，你总会可以做得到的，就会觉得说自己到底有没有真的做到。对，我会说大家其实都第一次当爸爸妈妈。在文章中啊，他也有提到说，就是 INFP 在陌生的环境中会容易感到焦虑。那你会怎么去缓解这种不安感呢？还是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建议给大家？好像也没什么方法。那你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我就是到那边，我就是看大家在干嘛，我就干嘛，就是不要想太多。对啊。你有办法真的意义上做到不想太多吗？我可以，但是我是从以前就可以这样子吗？我回过头来想，其实我好像在学生时期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刚好这个问题不是你会遇到的事情，但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蛮常会遇到，因为我也真的很容易会在一些陌生的环境，或者是在新的地方会感到焦虑或感到不安。我缓解焦虑有物理上的方法，牛奶啊？对，牛奶跟巧克力。我不行的，你知道有乳糖不耐症的人会一直跑厕所会更焦虑。对，可是你就是喝少少的对啊，我就只是要摄取里面的那个血清素而已，然后还有比较高纯度的巧克力碱，就是那种99%巧克力那种。那个好像有点太高，你好像买不到7 可以现在有到93那么高？对啊，很高的。以我来说，我目前的解法就是做一些冥想，这个环境中或者是要上台的时候，可能先给自己一个10分钟的时间，让自己静下心来做冥想，然后做完冥想之后做自信力动作。我忘记有没有在 podcast 中讲过，我之前看一个书本，也是一个内向的人写的，他就有分享一些表演者他们是怎么缓解自己焦虑的行为。那他们就常提到就是做一些冥想跟做自信力的行动。自信力，那什么叫做自信力的行动呢？就是你要把你的身体尽可能的张开到最大，然后感觉自己好像无所不能，然后是就是我觉得有点类似伸展概念啦，就把自己身体所有的肌肉啊手都伸到最大。你要想象你是 Eren 耶卡不会张开吧？他是变巨人，然后咬手指，然后就轰，然后把自己变大，你都大到骨头外翻这样，这大巨头，想象自己变得很大这样子的感觉吗？类似这样。然后一方面我在猜，可能是因为你做这个行为的同时，因为你要把身体尽可能张大嘛，那同时也会做到伸展跟放松，所以你的焦虑在生理上就会可以比较缓解一些些。我目前也是这样子去面对这些事情啊，目前测下来其实也蛮有帮助的，推荐给大家。OK， 好，那我们来到第二篇文章。第二篇文章的标题呢叫做 INFP 在恋爱路上是不是困难重重？这好像是你们 INFP 很多的问题，我看很多人都有问过类似的事情。那这篇文章的故事大纲呢是测了很多次，我都是 INFP 小蝴蝶。我一直觉得自己很难喜欢上别人，因为一直觉得自己不好，配不上对方。人生中也只有谈过一次恋爱，在一起5年后，觉得自己很糟，配不上他，就自己提了分手。结果呢，分手不到1年就开始后悔，后来花了2年才走出来，隔了5年好不容易又喜欢上一个人，结果
果因为谨慎过头和对方倍感压力，甚至不小心伤害到了对方。接着呢，每天的晚上我都 emo 到不行，表面上跟朋友出去认识新朋友，跟朋友说没事我早放下了，但事实是我根本放不下。喜欢一个人，如果说放下就放下，那这样我的爱岂不是很廉价吗？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指点迷津吗？文章大概到这边。OK， INFP， 你们这一型的人好像很容易会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你觉得这个想法是怎么形成的还有什么解法吗？可以去面对这件事情？我觉得会产生这种状况的，都是有不够认识自己的情况发生，你没有意识到要爱自己。对对对。所以如果说真的要解决掉，就是好像一直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或不自信的话，可能真的就是可以做一些自我探索的事情，或更认识自己，然后做一些多爱自己的行为，像是比如说所有的请求都是先以自己为最优先。对对对对，没错。我自己其实也是自卑的人，长大之后对这件事情就看得很开。对，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我。你越来越认识了自己，然后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就没什么。对对对对对对，有很多自卑都是自己赋予自己的。那我觉得这个想法也跟底下有一个留言很像，他也是这样的想法，他也说他也是 INFP， 但他却很容易遇到喜欢的人，明明希望空窗期可以久一点，好好享受个人的生活，结果常常2个月后就遇到喜欢的人。感情上呢，他是比较拿得起放得下的类型，所以他不太明白他纠结的部分是什么，就文章的那个纠结。他说他容易拿得起放得下，也是因为他很讨厌内耗，现在的他会努力把内耗化为行动，告诉自己继续想东想西不如直接行动，并且告诉自己无论结果如何他也都尽力了。同时呢，他也会不断的觉察和探讨自己的内心，他在执着什么，他在痛苦什么，他还会试着换位思考去反推这些的担心是不是其实源自于我的自卑，那么造成这些自卑的根本原因绝对不会是现况，而是更深层的缘由。如今失去家人的他也只剩下他自己了，他花了很多时间练习爱自己，然后遇到任何伤心的人事物，他一定要成为最支持鼓励自己的那个人，不然他还剩下谁可以帮他呢？所以现在他也慢慢从年轻时总是先检讨自己的反射行为，到现在是先给自己一个抱抱跟鼓励。感觉他的症状就是跟你像，就是他也是更加认识自己了，但他也有一种被情况所逼的感觉，就是因为他也只剩自己了。对，就是逼自己去面对现实这件事情。你在感情上你是有办法拿得起放得下的吗？说放下就放下？没有办法那这一点就跟他不太一样。这个跟他不太一样。我一直这样讲不太好，但是我在某一段时间，我好像一直试图要去报复前任。后来当然是因为自己自我道德约束就是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就没有了。加上说我也遇到现在的伴侣，就让你渐渐放下来了。对对对对。那你觉得如果见一个人他分手后如果一直放不下，他应该要怎么调试？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走出来？放不下就先抓着咯。抓着什么？就猫咪吗？没有啊，你放不下你就先抓着嘛。我其实会觉得说可能放不下就是因为不够痛，你去抓一颗仙人掌它会痛，你不可能一直抓着，它会痛它就放下来了。所以你意思是说叫他继续黏着他的前任？也不是说黏着前任吧，就是你就先抓着嘛，反正总有一天你就会把它放下来的你并不需要急于一时的就是说我要放下，好像你不放下你会停滞不前，你可以一边抓着一边过生活对啊。这个方法我还倒是没听到因为我觉得我在面对前任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好像就是这个样子，我好像都放不下，然后就继续抓着，然后抓到你真的觉得痛够了，然后就不去了。抓到我想再去抓住其他事情的时候，前任我就会放下来了，那个就不是我想抓着的东西了。所以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可以大过前任的东西可以让他抓着，当那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他就不会继续抓着。这个解法我自己也好像比较 peace and love 的感觉啦，因为我也觉得这样子一方面可能也怕打扰到对方，然后一方面又觉得这样子好像又在折磨自己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给的建议会是多说出来，把这几件事情可以多分享出去。确实随着你一次一次讲出来，你会渐渐的算是习惯了吗？就比较不会那么痛。然后接下来呢，就可以多和朋友出去，或者是多做一些自己之前一直想做但没有做到的事情，比如说出国或是会做一些让你自己开心的娱乐事情。最后就渐渐可以随着时间慢慢淡化掉这件事情。我这自己的解法是这样啦，对吧？J 人，对啊，你们这是 P 人我是有规划型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 J 人可以试看我这边，然后 P 人可以试看这边。那当然是就是不要闹出事情啦。对啦，你可以放不下，你可以执着，但你不要变恐怖情人。对，那个是不同的事情咯。好，那我们就要来到第3篇文章咯。OK， 第3篇文章的标题呢，就是 INFP 出轨的征兆。好，
这篇文章的故事大纲呢是以下的内容是 INFP 劈腿时可能会出现的征兆，但这些行为可能会比较的隐蔽，因为他们的内心会不断的挣扎与矛盾，也不轻易的表露自己情感上的变化。第一点，情感疏离。 INFP 通常很重视情感的连结，如果他们开始对伴侣疏远，变得冷淡无聊，或不再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这可能是他们心中出现了新的情感牵挂。这时候的他们可能会容易对伴侣感到不满，但也不愿意直接表达出来。然后第二点是过度隐瞒行为。 INFP 型的人通常是内向且善于保护自己的隐私，如果他们开始频繁地隐藏自己的行踪讯息，或对行为做出过度的解释，这有可能是想要掩盖与第三者的关系。然后第三点，忽略伴侣的需求。 INFP 他们非常的敏感，很容易察觉到伴侣的需求还有情感，如果他们忽视了伴侣的需求，或对他们的情感表现冷淡无动于衷，这可能是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外部的人或事上面。第四点，对伴侣的不安感。 INFP 他们在感情中很重视理解与共鸣，如果在感情中感到不安或者是不满的话，长时间无法从伴侣得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去寻找其他的心灵共鸣。第五点，对新朋友的特殊关注。 INFP 如果开始过度关心某个特定的新朋友，并且忽略了伴侣，可能代表他们的情感已经转移到那个人的身上，他们可能会在社交平台上过度分享，或者是开始隐瞒他们的互动。总结来说呢， INFP 的人劈腿的征兆往往不是表面上那种直接和突兀，他们可能会以情感疏离、过度保护隐私和寻找心理慰藉的方式来表现，但他们的内心通常会承受情感上的挣扎，让他们时常感到困惑还有自责。如果发现了这些征兆，沟通还有理解对于 INFP 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们也可能正在努力处理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你觉得有准吗？但我会觉得说，他上面讲的点啊，不一定会是劈腿哦，那会是什么？这有什么？他更有兴趣的事情，或者是他目前的需求大过于伴侣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些事情哦，然后就想分手了。倒也不一定会是分手因为我思考了一下，比如说我现在很想玩游戏的时候，我可能会对伴侣冷淡，对，因为游戏更吸引我的注意力，或者说我现在想要睡觉的时候，那我可能会突然就不见，隐瞒自己的行为。对，隐瞒自己的行踪那个部分，但我倒也不是隐瞒自己的行踪，因为我就是突然断片的类型。等于说你没办法控制这个行为，它有点像是你的反射动作，那才更要小心呢。所以你搞完你会没有意识到自己劈腿了。会是这样子吗？对啊，因为既然你们这么感觉派，但我觉得不一定是劈腿，就是他不一定是感情转移到别人身上，而是就是有什么他觉得更有趣的事情出现了，然后这个更有趣的事情大过于伴侣。听起来很不负责任啊，因为你也没有讲啊。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观察下来，他不是劈腿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放心让他去啊，因为他就不会劈腿啊。不然就是你问他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吧，也可以。当然最好的状况是你们自己主动来讲，因为是你们先消失的啊，我就不想讲。任性好吗？好啦。那你觉得这几点中，你觉得哪些是最印象深刻的吗？或者觉得有什么想分享的吗？可能真的要小心的是过度隐瞒行为吧。我也觉得你们可能是这一点的，因为你们太容易是反射神经做这件事情了。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切断联系啦。他如果在这个部分上有一点征兆出现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开始小心，其他的可能都还好。那你觉得如果你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接下来可以怎么做啊？会怎么给伴侣建议？我好像给不出什么建议啊，所以就无解了。这个也不是无解，只是以我的角度，其实我不知道另外一半应该怎么做，我会觉得 OK。但你们可以试着去跟他 talk 看看。我也觉得可能真的是可能要麻烦伴侣去主动做这件事情了。然后主动去问看说这个行为你怎么会这样做，然后可能慢慢的引导着他，因为说不定其实这5点他们是无意识，也有可能是无意识，也是有可能。对，难怪有人会不想要跟 INFP 交往。是这样吗？我看过一些人不想跟 INFP 交往。我们刚才分享说为什么 INFP 在爱情路上困难重重，我们找到原因了啊！你们啊，因为他是一个很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人吧。我严重到我一度怀疑我是不是有出现记忆力不集中的问题，很长思绪就飘走了，我就会开始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这样对于在你身旁的人就觉得，怎么刚刚不都好好的吗？对，变一个人。对你们哦。那我觉得好奇，
你觉得 INFP 劈腿的时候，他们会是属于冷淡型的呢，还是会自责到让伴侣更难受的类型呢？让伴侣更难受，这个是什么意思？比方说，可能是你让我没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会让你知道说是因为你的关系才让事情变成这样的之类的，变成情了。对啊，有点类似这样。哦，我觉得是冷淡型的。如果是以我来说啦，我觉得我可能你会想冷处理。对，因为情了这件事情蛮麻烦的，其实它也是一个情感输出吧。我觉得冷处理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这样听起来的话，你们就会更需要伴侣主动去问你们了，因为你们都是冷处理，不会主动去做这件事情。原来是这样。那假如说今天如果你们 INFP 的人如果劈腿了，然后之后非常的后悔，那你觉得应该怎么修复这段感情呢？有可能挽回吗？没有得修复，没有得挽回，劈腿就不要再想这种事情。但如果今天是你劈腿呢？如果今天是我劈腿，就慎重道歉。我也不期望修复这一段感情的，就是我希望你好好的去寻找下一段恋情。对。然后如果今天是你被别人劈腿的话，你就是说完全不可能有机会，你再怎么后悔，再怎么做都不能。对，没错。但如果今天是我，假如我今天是被劈腿的角度的话，我不知道你说会不会真的完全无法修复的话，我可能还不一定我觉得可能要看状况。都劈腿了，腿都劈下去了，不知道你不会觉得对方脏脏的吗？脏脏的吗？对啊，现在洗澡就好了，没有啦。我是不会有这些想法，只是会怕那个伤口再次痛对吧？但我觉得我应该也是属于就是永远不会再原谅啦，只是在于说会不会跟这个人从仇人变成朋友的话，我觉得搞不好还有可能是变成朋友，因为毕竟之前认识这么久，变仇人有点难切换那个状态会难切换吗？他捅你一刀对啊，你很痛他害你受伤我就大圣人了。没有啦，我不知道，可能真的是，其实我觉得一部分好像也是我自己蛮懒的吧，我没有很喜欢做复仇这个行为，因为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是自己累，然后也是两败俱伤，还不如就好好的把现在的生活过好就好了。我觉得那是因为你没有尝到复仇的甜头。没关系，我不想要，就是复仇的甜头，我觉得没有意义的啊。以我经验来说，是有消除掉我一些心理负担的，所以才会想要做。但我觉得以我来说，我不知道我应该不会做没有必要。对，因为大概就是无限循环了。我今天复仇完，大家换你又来复仇，他有完没完了，我就觉得好累大家好来好去的。等一下，没有这笑容好讽刺没有讽刺的笑容。我只想说，如果你们也想要就试看复仇，要记得拿捏好尺度怎么突然给建议了？因为那个你如果没有拿捏好，很容易就爆掉。你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恶搞，像什么放消息出去，就是一个已经算很小，就当那个散播假新闻的那个人。那也不是假新闻啊，你把他劈腿的讯息发到朋友圈去破坏他的人设之类的那也可以啊。我会觉得说，好，你劈我没关系，你自己敢做敢当。对，就是要有责任，你敢做，你就要承担相对的东西，我不可能对你好这样子。对，敢做敢当啊。这个复仇者联盟，你可以找那个猎鹰呢。傻眼，好看其实很好看。对啊，其实我也觉得美国队长4其实还蛮好看的，其实是好看的。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边啦。大家如果看到一些其他有趣或者想要我们讨论的主题，都可以私讯我们，或者是寄 Gmail 给我们。那我们也有陆续收到一些投稿咯，有机会再做一集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大家来私讯我们，或者是寄 Gmail 给我们。连结的话，我们会放在主页的下方。那我们除了 Podcast 之外，也会上传影片版在 YT 搜寻橘子树生活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橘子树生活陪你一起过生活，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拜拜，拜。阿姐。